饥荒年间，土匪乌泱泱地杀进村了，童养夫却死死牵着全村唯一的马车，非要等在屋中描眉的继妹。可土匪的喊杀声愈加逼近，再不走，我们都会死。我只能招呼其他村民，将童养夫打晕后带上马车逃走，而继妹则沦为土匪的玩物，被人辱至后庭开裂而死。童养夫得知后，表现得十分平静，可在我怀胎3月后，他却将我绑在凳子上，用钉子狠狠钉进了我的肚皮。都是你当初打晕我，才让我错失带走茵茵的机会。你知不知道，她当时也怀了我的孩子，若非是你，我又怎会与他们母子天人永隔？在他阴鸷的目光中，500颗钉子刺穿了我的身体。再睁眼，我又回到土匪杀进村的这天，看着童养夫死死攥着马绳，我不再劝阻，而是冷笑一声，这次就送他跟继妹共赴黄泉吧。嘿，朋友，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等咖啡，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，别着急划走。今天的一夜故事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你们要是不等茵茵，就都别想走。陆云峥红着眼，眼中透着一丝癫狂。看到他这副模样，我从迷糊中醒了过来。我下意识摸了摸肚子，那里仿佛残存着钉穿的剧痛。马厩前，剩下的几个村民在苦苦劝着陆云峥，云峥，这方圆100里只有你们家有马，你就行行好，快带我们走吧。是啊，再不走，那群土匪马上就要杀到咱们面前了。那郭茵茵要磨蹭到什么时候啊？早不梳洗，晚不梳洗，偏要挑在这时，这不是诚心的吗？听到有人骂郭茵茵，陆云峥双目一寒，一脚踏踹倒。我家茵茵天性爱美，你们懂什么？你们要是再敢催我一句，我就一刀把马捅死。大家都等死吧。村民们一怔，当时吓得不敢动了。可土匪们的马蹄声愈发逼近，眨眼间，无数人的惨叫声传来。几个男人忍不住了，怒吼道：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不走，真嫌自己命长吗？我不管了，你自己等郭茵茵吧，把马绳给我。几个大汉扑了上去，围着陆云峥，想抢过马绳。陆云峥面色一变，一把掏出了怀中的匕首，放在马的脖子上，谁都不许动，再往前一步，我真的把马捅死。眼见着马的脖颈处流下一行血，众人心头一颤，刹住了脚步。陆云峥冷笑一声，你们都是从小看着茵茵长大的，可一到关键时刻，居然想着抛下她先走，真是恶心。幸好这马平常有我看管，要不然你们所有人现在只怕都跑光了。看着陆云峥面目狰狞的模样，我心中浮起一丝潮意。他知道自己是养马的，那为何想不起来他和这匹马都是我郭家收养的呢？旁边人偷偷扯了扯我的袖子，焦急道：韩熙，陆云峥是你家童养夫，也许会听你的话，你去劝劝他吧。我自嘲地笑了笑。刚收养陆云峥时，他确实很听话，因我一句想吃糖，他便跑遍全村的糖铺，在我床头堆成了糖山。我没见过雪花糕，从来没出过城的他，居然自己搭火车跑进城买。又因我一句城里女人的衣服很时髦，他便自己扯了布，没日没夜地为我设计衣服。可自从父亲从收养了战友遗孤郭茵茵后，一切都变了。他开始越来越在意郭茵茵，甚至为了她而委屈我。后来他更是在父亲刚去世那晚，就迫不及待地爬上了郭茵茵的床。陆云峥早就不是那个满眼是我的男孩了，他怎么会听我的话？陆云峥面色狠厉地望着我，郭寒熙，我警告你，别想着劝我抛下茵茵，
我的指甲狠狠掐进掌心，表面却一派温和。不，我不逼你，我们一起等茵茵。旁边人纷纷瞪大了眼睛。韩熙，你也疯了不成？土匪马上就要杀过来了，咱们哪儿还有命等人？不能就因为这马车是你们家的，就这么耗着我们啊！我们可没少帮你们家做工。众人的争吵声大了起来。陆云峥拧了拧眉，厉声道：那又如何？这马车可是我家的，就算不带你们走，也是理所应当的。你们还敢在这儿嚷嚷？众人攥紧了拳头，敢怒不敢言。看着面露得意的陆云峥，我几乎笑出了声。他似乎忘了，他口中的我们家是我郭家。从前陆云峥仗着我对他的宠爱，可没少拿郭家的名头耀武扬威。但这一世，我不会对他百依百顺了。这时，离我们10米之外的地方传来一声尖叫，土匪杀到了这里。一个壮汉崩溃了，他红着眼向陆云峥扑了过去。陆云峥，再不让我们上车，老子就宰了你！陆云峥连忙一闪，险些被他打中。他的眼中闪过一丝恼怒，便猛地抬起手，在马的脖颈上划了一刀。眼看着尖锐的刀尖就要扎进马的皮肉中，众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，纷纷尖叫起来。可下一刻，只听一道娇嗔的女声传来：云峥哥哥，我好了。众人闻声看去，只见郭茵茵扭着腰走了出来。她边走边抹脸，一股浓郁的雪花膏味飘来。村民们忍不住了，都指着她骂了出来。可郭茵茵却摊了摊手：我又没有让你们等我，你们有本事可以自己驾着马车先走啊！众人噎了一下，只得恨恨地瞪着他。陆云峥连忙放下匕首，护着郭茵茵上了马车。茵茵，你小心点，我们现在就出发。陆云峥忙前忙后的，给郭茵茵又是递水又是递干粮。看着二人亲昵的举止，众人暗暗啐了一口，也跟着挤上了马车。马车很快将村子甩在身后，在乡野的小道上疾驰着。刚歇口气，郭茵茵便凑在我身边，含笑道：姐姐，你别生我气，只是云峥昨天折腾了我一夜，我才起晚了。我的脸上并无波澜，只轻轻嗯了一声。看我毫不在意的表情，郭茵茵脸上闪过一丝恼怒，刚想说些什么，却听到旁人的一声惊呼：前面有土匪！我立刻直起身子看去，果然，不远处的山路上围着一群巡逻的土匪，众人的脸上顿时写满恐惧。陆云峥立刻调转马头，驾着马车藏进了一片庄稼地里。众人跳下马车，蹲在草垛中面面相觑。壮汉面色阴沉，对着陆云峥怒斥道：都是你这混账，害得我们全没走成。还有郭茵茵你这个贱女人，死到临头了还要描眉，你是要上赶着要给土匪们当婆娘吗？郭茵茵满脸通红，唇瓣一颤，支支吾吾道：我哪儿想到他们人这么多。陆云峥将她护在怀里，嚷嚷道：你们凭什么责怪茵茵？她又不是故意的。这话瞬间惹怒了所有人，男人们忍不住了，抬起拳头便照陆云峥挥了过去。陆云峥跌在地上，脸上顿时青青紫紫。女人们也扯起了郭茵茵的头发，对着她的脸左右开弓。陆云峥面色一紧，猛地推开别人，扑到郭茵茵身前。他将怀中的匕首又掏了出来，怒吼道：你们谁再敢欺负她，我就把谁剁了！众人登时不敢再靠近了。陆云峥低声哄了郭茵茵几句，抬头拧眉道：你们冷静点行吗？咱们还没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呢，我还有法子。壮汉眼前一亮：你的意思是咱们还能活？陆云峥满脸傲气，挑了挑眉：那当然，这附近有条小路，顺着一直走，就有一处姓杜的富家老爷的宅子。
他家里有很多护卫，到那里我们就安全了。壮汉激动了一瞬，可又有些犹豫。现在这世道这么乱，这大户人家会为了我们几个平头百姓出头吗？陆云峥勾起嘴角，瞥了我一眼。我们家老爷跟这位杜老爷可是几十年的好友，不信的话你们可以问问郭寒溪，杜老爷可是他义父呢。众人纷纷将炙热的目光转向了我，我沉默一瞬，点了点头。众人瞬间热泪盈眶，放松地靠在了一起。壮汉也松了口气，嘴上却还是不依不饶。你最好说动杜老爷派人保护我们，不然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陆云峥眉心一跳，阴恻恻地看向了他。你敢这么对我们说话，就不怕我们请到了救兵后把你扔在半路吗？壮汉面色一白，顿时不再吱声，直到众人去旁边找水，我才状似无意地开口。杜老爷可不是谁的话都信的，就算你把父亲的证件给他，他看你面生，也不会轻易派人帮你。郭茵茵秀眉一蹙，面上闪过不安之色。陆云峥的眉间隆起乌云，阴狠道：你胡说什么？难道他看我们是郭家的人，还能见死不救？到时候你跟我们一起去，若是劝不动他，你就别想活着回来了。我简直想笑。我父亲对陆云峥有生养之恩，可父亲死时，他一滴泪都没掉过，甚至在他下葬当天，就跟郭茵茵滚在了床上。如今，他却能毫无愧疚地说自己是郭家人。我强行压下翻涌的情绪，淡声道：随你。我转身离开，假装走远。过了一会儿，我悄无声息地躲在了二人身后的草垛里。只见郭茵茵扯了扯陆云峥的袖子，小声道：云峥哥哥，咱们要一直带着郭寒溪吗？要不直接把他丢在半路吧，他这一路神神叨叨，怪瘆人的。茵茵放心，本来我就没打算让他活多久，原本是想娶了他后继承他爹的房子再动手，可惜土匪突然涌进来了。不过他现在还有用处，等他向杜老爷求到救兵后，以后的日子还不好说。这附近的山沟可多得很。看着二人眉飞色舞的模样，我冷笑一声。原来陆云峥早就打起了谋害我的主意，可惜从前的我看不懂，只想着跟他一生一世一双人。拐到一个没人的阴凉处，我吹了声口哨，一只白色信鸽飞到了我的手腕上。没人知道，这信鸽是义父送我的，他是我父亲多年好友，又膝下无女，自然将我当成亲生女儿疼爱。小时候，他将这只信鸽送给我，说想他时，可随时通过信鸽寄信。我掏出纸笔，洋洋洒洒写了一封信，将信鸽寄出。在信中，我将父亲死后陆云峥带我的种种作为全部写了出来。看着信鸽扑腾着翅膀飞远，我笑意愈浓。明天我倒要看看陆云峥和郭茵茵这对野鸳鸯该如何收场。休息了一夜后，陆云峥便搂着郭茵茵，对我命令道：我们现在出发去找杜老爷，你跟我们一起走。我顺从地点了点头。小路上，附近的蝉声不断，郭茵茵娇滴滴地靠在陆云峥怀里，对我得意地挑了挑眉：姐姐怎么不说话啊？是看云峥哥哥这么疼我，心里生气了。我懒得搭理他，仿若没听到。陆云峥却用威胁的目光射向了我：郭寒溪，一会见了你义父，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，都知道吗？我装作乖巧地点了点头。我知道。陆云峥这才冷哼一声，转过头跟郭茵茵黏腻去了。走了不知多久，一栋工整的宅子缓缓映入眼帘，一辆马车停在宅子门口。杜老爷快步下了车，陆云峥和郭茵茵登时眼睛一亮，忙不迭奔了过去。二人跑得比兔子还快，到了杜老爷面前，扑通一跪：杜老爷，
我们是郭家人，土匪涌进我们村了，能不能烦请老爷保我们一条生路？”杜老爷闻言一愣，转头看向了我。我望着杜老爷硬朗的脸，眼中涌上一股热流。他深深看了我一眼，转头对陆云征道：“你就是阿西的未婚夫？”陆云征面色一喜，激动地点了点头：“是啊，老爷。阿西自小便跟我情投意合。”他话音未落，就被重重一个巴掌打在地上。郭茵茵尖叫一声，颤抖地看向杜老爷，只见他嫌恶地盯着陆云征，沉声道：“狗东西，害我希儿过得这么苦，还有脸跑到我面前！”陆云征捂着脸，难堪道：“您在说什么呢？我从小就对阿西呵护备至。”义父面色阴沉，指着郭茵茵道：“在我兄弟去世当晚，你就搞大了他的肚子，从此以后日日让阿西独守空房，还任由这贱人欺负阿西。你以为这些我都不知道？”陆云征傻了，张大了嘴巴，半晌后才恨恨看着我：“是你，都是你这个贱人通风报信。”我笑了笑：“我通风报信又如何？难道我说的不是实话吗？”陆云征眼见我满脸冷漠，眼中闪过一丝错愕，可下一瞬，义父便抬抬手，身边的护卫将陆云征按在地上，拳打脚踢。郭茵茵听着陆云征的惨叫声，吓得微微发抖，拼命道：“先生，看在我肚子里还怀着孩子的份上，您就饶了我吧。”义父给了身边的女护卫一个眼神，那女护卫便上前，朝着郭茵茵的脸左右开弓，清脆的巴掌声落在众人耳里，直至郭茵茵翻着白眼昏死过去，义父才叫人停了手。义父的眉间隆起乌云，看向了我：“希儿，你还想怎么处置这两个人？”我满脸淡漠，为这两个人耗费心力，实在脏了义父的手，就把他们发落到乡野里，以后别再出现在我面前了。义父面露错愕，陆云征的身形也微微一颤。我笑了笑，以为我是饶了他们吗？不，对于陆云征这种人来说，本就是从泥坑中爬出来的，好不容易过了几年富贵日子享过福，再次把他踹到泥坑，这是对他来说最严酷的惩罚。我要让他活着忏悔，活着受罪。郭茵茵连忙朝我磕了磕头，呜咽道：“谢谢姐姐，谢谢姐姐。”至于他，没了陆云征的宠爱，我也很好奇他能活成什么样子。义父借给我兵马后，我们接上村民，重回村里。经过专业训练的军队跟野路子出身的土匪，实力自然相差甚远。很快，土匪就被剿灭干净，村里还剩下不少活着的村民，差点被土匪掳走当奴隶。村民们都会我感激涕零，恨不得给我跪下：“阿西，要不是你，我们真的就回不了家了。留在这儿吧，以后你就是我们女儿，我们愿意一直照顾你。”闻声，陆云征也抬起了头，望着我，在他希冀的眼神中，我却坚定地摇了摇头：“不了，我父亲过世，我就只剩义父这一个亲人了。我跟他约好，要回去照顾他养老。”村民们纷纷面露不舍，但也都默拦着我。在我转身之际，陆云征却拦在了我面前：“阿西，别走，就当是为我。我知道你还舍不得我，不是吗？”郭茵茵在旁边气得跺了跺脚，陆云征却莫分给他一眼。我笑了笑：“陆云征，你的脸皮还能再厚点吗？你凭什么觉得我会为了你留下来？”陆云征脸色刷白：“阿西，过去是我不好，可刚刚你在你义父手中救下我，我才明白自己的心意。只有你会100%的包容我，也只有我最懂你。我们还在一起不好吗？”这些话听得我几欲作呕。我冷笑道：“陆云征，说这些话
你真不觉得自己恶心吗？我父亲刚去世，你就爬上郭茵茵的床，然后把我父亲给我买的所有手镯、衣服、我的房间全给了他。他喝水咳了2下，你就说我下毒；走在路上绊了下，你就说我在地上泼了油；做菜凉了热了，你就说我有心谋害他。在你眼里，我究竟是你未婚妻，还是你随意指使的老妈子？陆云峥踉跄着后退几步，颤声道：不是的，这都是郭茵茵说的，是她故意陷害你，还勾引我。你知道的，男人嘛，总是受不了女人搔首弄姿几下。话音未落，郭茵茵便挥着巴掌扇了过来。呸！你个狗东西，说老娘搔首弄姿，要不是一开始你千方百计讨老娘欢心，我怎么会搭理你？老娘一开始的目标可是杜老爷家的公子，要不是你说能骗到郭家的房产，谁稀罕跟你？呵，原来一开始郭茵茵的目标竟是我义父的儿子，真会做梦，头一次见人这么乱打算盘的。二人争着争着便大打出手，旁边围观的村民越来越多，有人甚至嗑起了瓜子。我懒得再看，转身离去，没走几步，却听到陆云峥声嘶力竭的叫声：阿西，你等着，我会让你感受到我的诚意的。回到义父家，他早早置好一桌好菜等我入座，见我入座，他才语重心长道：阿西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陆云峥那小子就脸长得好看点，实际上心眼多得很，他不是你的良人，可惜你就是不听，现在后悔了吧？我也忍不住苦笑。是啊，义父对我的任何事都很关心，更别说婚姻大事。上一世，我是一直忘不了陆云峥对我的好，才会任由自己一次次原谅他。突然，一道清朗的男声传来：爹，阿西好不容易来家吃顿饭，就别再念叨他了。我错愕看去，来人正是我义父的独子杜春熙。他跟我是两小无猜，小时候我们经常一起去河边放风筝，可自从陆云峥来到我们家后，一听我要去找他玩，就一直吃醋赌气，我跟杜春熙的见面便越来越少。上一世，最后一次听说他的消息，是他出国留学了，可直到而立之年，也未曾婚娶。当时陆云峥还在我身边酸溜溜地说，是不是杜春熙为了等我，宁愿终生不娶？当时的我只是摇头一笑，这么优秀的人，怎么可能会爱上自己的玩伴呢？可如今，我看着杜春熙那张英俊面庞中藏不住的期盼和温柔，才发现，可能陆云峥说的是真的。杜春熙对我微微一笑：阿西，好久不见。我怔了一下，红着脸道：好久不见，春熙哥哥。他坐在我身旁，将一块布丁夹到我盘子里。我知道你喜欢吃甜的，就让父亲差人去饭店打包了点。义父在一旁笑骂道：小兔崽子，知道这东西多难买吗？还是派人跑了1天1夜去城里的餐厅买过来的。我埋头吃下了那口布丁，只觉这柔软的东西入口即化，甜得我心绪荡漾。这一顿饭，杜春熙时刻在我身边照料着，生怕我吃不好。我发现，我小时候爱吃的东西，他到现在都记得一字不落。义父将我带到了房间，笑道：春熙这孩子，心里一直都装着你，但义父知道需要花点时间，你才会走出来，所以义父也不强求你，随缘吧。我眼眶一湿，点了点头。入睡后，辗转反侧睡不着觉，索性推门而出。我发现，杜春熙竟守在我的房门前。我惊愕道：春熙哥哥，你在这干什么？他苦笑了下：还是吵醒你了吗？我就是害怕晚上蚊虫多，所以给你在门外熏香。我一愣，低头看到他脚边的香炉
扇子堆了一地，眼泪便不受控制地落了下来，打在地上。原来，这个世上还是有人爱我的。原来，我值得被爱。杜春熙慌了，连忙擦拭我脸上的泪珠。怎么了？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我去给你拿药。可在他转身离去时，我坚定地拉住了他的手腕。那手腕纤细、冰凉，却能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和安全。春熙哥哥，对不起，我一直没分清，谁才值得我真正去爱。这一世，我不想再辜负你了。我们结婚吧。听着我沉静的声音，一向温润的杜春熙激动不已，将我抱在了怀里。阿西，你总算看到了我的心意。上一世，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你的下落，结果你却是那副惨状。我一怔，原来杜春熙也重生了。原来他曾拼命地找过我，可我那时已经被折磨死了。我的眼前一片模糊，只懂得轻轻抚摸着他发颤的脊背。还好这次，我们不会再错过了。杜春熙迫不及待地举办了我们的婚礼。当天，宾客纷至，热闹非凡，而我也梳上了新娘的发髻，翘首以盼着自己的婚礼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传来陆云峥的嘶吼声：郭寒溪是我未婚妻，凭什么嫁给你们杜家？我心神大乱，连忙扶着发髻出门。不远处，陆云峥挥着匕首，恶狠狠地盯着众人：我今天就要把我未婚妻带走，你们谁敢拦我？今天要是不让我带人，我就血溅当场，让你们杜家好好出名。我沉着脸，快步走到他面前。陆云峥，你在这儿发什么疯？陆云峥脸色一喜，可见我身上的红袍脸色又沉了下来。阿西，你我早有婚约在身，但还背着我嫁给别人，你不觉得自己过分吗？我气笑了。你之前跟着郭茵茵谋划害死我，然后争我房产的时候怎么墨迹的过分，如今还要我为了你收贞操，你就不过分？陆云峥涨红了脸，可那都是过去的事了。如今你把房子收回了，我和郭茵茵无家可归，整日乞讨度日，可也没人搭理我们，我只好在地里搭了个茅房勉强度日。我已经活得够惨了，你还要怪我吗？我仔细打量了他一眼，见他衣着破败，脸上脏兮兮，发丝间还有灰尘，才相信陆云峥现在过得真的很惨。但又关我什么事呢？既然这样，就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。说罢，我便招招手，让护卫赶他走。可陆云峥还在大声嚷嚷：郭寒溪，我现在都已经这么惨了，你真就铁石心肠，就这样抛下我了？我告诉你，莫门，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过。说罢，他朝着一旁围观的宾客大叫道：他早就跟我睡过了，不信你们可以验身。大家伙来评评理，杜家会娶这么一个破壁之身的女人吗？我刹住脚步，难以置信地看着他。陆云峥居然这么不要脸。在这个年代，只要女人的名节稍微受损，就会被打在耻辱柱上，被称为当妇。我万万没想到，陆云峥会用这招来对付我。不管验不验身，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就已经在众人心里埋下了我是当妇的印象。果不其然，宾客们脸色各异，都围着我窃窃私语。我霎时觉得自己像被剥光了衣服，任由别人戳着我的脊梁骨指指点点。一旁的大姐忍不住了：郭小姐，没想到你表面看着这么好看，背地里居然这么不自爱。是啊，末了贞洁还想嫁给我们杜少爷，怎么这么不要脸？你面对自己未来夫婿，就一点都不亏心吗？人的心怎么能坏成这样？面对众人的指责，我脸色一白，百口莫辩。但我不明白，为什么没人来问问我，陆云峥的话是真是假？他是我的童养夫不错，
可我跟他从未逾矩，甚至拉手的次数都少之又少。即使我再爱一个男人，也不会随便就跟他滚上床。可众人的情绪愈加激烈，甚至直接对我推推搡搡的，更有甚者，直接将我一巴掌打倒在地。我精心盘的发髻散落一地，我的余光瞟到陆云峥嘴脸得意。他知道，他这么一闹，杜家肯定不会将我娶进门，我只能回去当他的妻子。就在我绝望之时，远方突然传来一道震怒的男声：“都给我住手！”护卫们齐齐将骚乱的人群分开。杜春熙快步走来，满眼心疼地将我扶了起来。阿西，你没事吧？我顶着红肿的脸，勉强对他笑了笑。他咬了咬牙，转身便朝陆云峥的心窝踢了一脚。陆云峥一时不备，身体被踢得往后飞了10米，才跌倒在地。我从未见到杜春熙这么生气的样子，只见他回过头，朝着众人冷声道：“魏石魔，没有人问我妻子这件事是真是假，你们就要动手？”众人脸上闪过心虚，都羞愧地低下了头。我喉咙一哽，果然，不管任何时候，杜春熙都坚定地相信着我。今天，你们每个人都得给阿西赔礼道歉，否则谁都别想走出这扇门。话中的不容置喙，让人脊背发凉。看着旁边的护卫举起了枪，有的宾客已经吓得跪下磕头：“对不住啊，郭小姐，是我们错怪了你，你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饶了我们吧。”眼见着越来越多的人跪了下来，我不为所动。他们能仅凭别人真假模糊的一句话就冲上来欺辱我，内心又有几分歉意呢？他们怕的不过是枪而已。陆云峥捂着胸口，踉踉跄跄地爬起了身：“你敢打我？怎么？你未婚妻做过的事你不敢认识吗？”我握紧了拳头，吼道：“我没做过的事，凭什么要认？陆云峥，你这么诬陷我，就不怕我告到政委那里？你知道诬陷一个女人的贞洁是多么严重的罪行吗？”一听我提政委，陆云峥脸上慌张，腿也打起了哆嗦。刚才还骂我不要脸的宾客们也面露不解。按理说，陆云峥说的要是真的话，何必这么害怕呢？难道他真是在冤枉我？见众人脸色犹疑，我趁热打铁，直起腰板：“陆云峥，你可要想好，我可以去验身，但是如果结果不是你说的那样，我就会以诽谤罪起诉你，把你送去坐牢。”此话一出，陆云峥再也站不住了，他跪下来痛哭流涕道：“阿西，我错了，你行行好，千万别让人抓我。我就是听到你要嫁人，心里太嫉妒了，才会想出这么个法子啊。”听他在那边哭得鼻涕一把泪一把，宾客们又站不住了：“原来你这个畜生在诬陷人家小姑娘，还害我们误会人家，你这样的人就该拉去枪毙，死个10次都不够。”是啊，大家伙动起来，把这混蛋抬到政委门口，我非得让他进去蹲个10年。义愤填膺的众人跪不住了，站起身便钳着陆云峥向门外走去。这鸡飞狗跳的一幕，让我看着莫名想笑，心中的阴霾也一挥而散。杜春熙小心观察着我的脸色，见我嘴角勾起，才松了口气：“阿西，你没事就好。”我笑了笑：“我没事啊，就是这家伙搅黄了我们的婚礼，我真是很伤心呢。”杜春熙微微一笑，郑重地牵起了我的手：“阿西，没关系的，不如我们去海外办婚礼。”我瞪大了眼：“去海外？”杜春熙温柔地笑了笑：“是啊，我早就想好了。阿西，你又聪明又有商业头脑，去国外学习开拓眼界有什么不好？”这句话点燃了我内心的憧憬。上一世陪着陆云峥时，我是经商过的，我对做生意有种天生的敏锐直觉，
能将经手的商品都大卖特卖出去。可惜，也许是陆云争先我生意越做越大，怕压不住我，便教导我什么女人应该只顾着厨房和家务，便将我的店铺通通收回。如今想想，我真不该信了他的鬼话。我同意跟杜春熙一起去国外游学，杜春熙办事利索，很快便带我上了远渡海外的轮船。在留学期间，我们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，当地有名有脸的知名人物纷纷到场祝福我们。在漫天的花瓣中，我们为对方戴上戒指，交换了一个深深的吻。从此往后，余生唯你一人。杜春熙说的没错，我的确很有商业头脑。回国后，我带着学到的商业知识和经验，一起跟杜春熙办起实业。我们开了很多厂，更建了很多小学，所有人都称赞我们是最有爱心的商人夫妻。过年祭祖时，我回到了跟父亲生活过的小村里，却没想到，在路边看到了一个衣衫褴褛的身影，陆云征。他的鬓间满是白发，弓着背，正在捡地上的废品。旁人小声告诉我，自从他那次污蔑我后，就真的被政委送进了牢里，蹲了整整10年。出来后，郭茵茵也早已嫁给了其他村的老官夫。那官夫娶了她之后，才发现原来她怀着孕，平被无故照顾别人的孩子让她非常不爽。她每天将怨气撒在郭茵茵身上，对她拳打脚踢。郭茵茵被打成了只会掰着手指头流口水的傻子。我听完，眼神复杂地看向陆云征，他似乎觉察到了我的眼神，猛地转过头，脸上流下一行清泪。阿西，你回来了，你总算回来见我了。看着他痴痴的脸，我的心中已提不起任何怨恨，只想叹息一声，万事终有报。我不想再去恨，因为恨只是无端给自己造成折磨罢了。不过我也确实做到了，让陆云征生不如死。远处几个小孩跑过来，嬉笑着朝陆云征砸石子，看样子一定不是第一次欺负他了。可我别开他希冀的目光，转过头对司机说道，走吧，毕竟迎接我的是大好人生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、3份。下一期一夜故事，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夜惊喜，可能是关于梦想，关于陪伴，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。记得准时来赴约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